大家好，繼之前講過貓貓點揀主人嘅專題，成為日常研究部成立1個月以嚟最受歡迎嘅一集。今次我哋希望不負眾望嚟講下狗狗。其實佢哋同貓貓一樣，都係用某種方式去揀佢哋嘅主人。仲記唔記得當日你去領養機構或者寵物店同佢初次見面嘅情形？甚至當佢知道佢將會成為你家庭成員，有幾興奮嘅心情呢？不過，其實喺現實裏面，主人同狗狗一齊嘅命運可以好無常，從失而復得、疾病以及災難等等充滿淚水嘅際遇，以致再平淡不過，每日過住重複但溫馨嘅生活。就好似你每次返到屋企時，狗狗都用最熱情嘅方式去歡迎你，話俾你知佢有幾需要你。但係有部分狗狗由於性格過度依賴同敏感，有時都帶俾主人唔少壓力。今集我哋嘗試代入佢哋嘅角度去探討呢個臨床上形容為病症嘅心理狀況——分離焦慮。無可否認，當狗狗進入你嘅生活後，你會發現自己有紀律咗，責任心強咗，甚至明白忠誠有幾重要。可能就係因為狗狗令你變成一個比你想象中更好嘅人。你甚至會明白，無論你返工有幾攰，心情有幾低落，呢個世界都冇可能有人時刻咁關注你。但只要你一返到屋企，對你嘅狗狗嚟講，佢嘅世界完全係圍繞住你。就好似你返工連搭車出咗去10個鐘頭，但對狗狗嚟講，由於佢哋嘅壽命只係人類嘅1/7，即係每晚你返到屋企，佢哋跳嚟跳去，興奮大叫，呢種令你感到賓至如歸嘅感覺，對佢哋嚟講，其實已經等咗相當於人類3日嘅時間，先等到你返嚟。不過，事實上並唔係每隻狗狗都樂意咁等，或者可以自己獨留喺屋企。呢樣其實多少關係到分離焦慮，一種關於犬科動物嘅天性。因為狗狗本身係群居動物，好需要社交同定時嘅活動，先可以保持開心同平衡。尤其當主人同狗狗建立咗深厚嘅感情，狗狗對主人嘅依賴感會特別強烈。如果主人經常遲返或者長時間唔喺屋企，佢哋可能會開始焦慮，覺得好孤單，甚至會搞破壞嚟發洩。特別喺未滿1歲嘅細狗、年老或者曾經被遺棄、無家可歸嘅狗狗嚟講，只要單獨留喺屋企，對佢哋嚟講就好似世界末日。其實狗狗嘅感受同人類好相似，只不過佢哋無法用語言同我哋表達啫。而且對於如果公務繁忙、經常要出差或者去旅行嘅主人，就算安排得再好嘅狗酒店或者有親友照顧，有啲狗狗都可能因為有分離焦慮而覺得被背叛，感到被拋棄。當佢哋再見主人時，會變得喜怒無常，故意避開有眼神接觸，甚至成日用個背脊得住你。有啲主人可能好擔心佢哋嘅細狗係咪已經唔認得佢啦，或者唔再愛佢哋。現實中，就算係再獨立嘅狗狗，
如果要佢哋喺屋企主人唔喺度嗰陣時可以完全放鬆或者玩得開心，實際上真係好困難。通常佢哋仲會不時喺門口徘徊，或者用瞓覺嚟減壓，無可奈何咁靜靜等主人返嚟。所以唔少主人如果可以嘅話，寧願帶埋佢哋返工，唔再強迫佢哋接受孤獨，或者擔心佢哋會有分離焦慮嘅問題。不過喺香港嘅職場環境，要實現呢樣嘢真係好有難度。如果真係發現狗狗有焦慮問題，就要從日常生活入手改變，去適應佢哋，並且多啲諗下點去訓練同獎勵佢哋做啱嘅行為。因為狗狗隨時又會見你遲返，或者去咗旅行而嬲咗你，甚至可能喺你張床度尿尿，或者成個禮拜唔理你。而當你見到佢時，佢又淨係掛住瞓。其實你可能唔知道佢喺陌生地方過得有幾慘，成個禮拜都冇覺好瞓，每日以淚洗面。或者表面上似乎一切正常，連你親人或者朋友都話佢冇事，但就係當見返你時，佢就係都要迴避你，完全唔理你啊！呢段時間可能要等幾日到一個禮拜，狗狗先會慢慢回復正常。主人最好俾佢哋一啲空間，等佢準備好嗰陣，佢就會自己接近返你。千祈唔好強迫佢互動，順其自然會好啲啊！下次如果你要出門嗰陣，可以試下以下呢啲方法，幫助狗狗減輕焦慮，同時適應短暫分離。保持冷靜和自信。準備走嗰時，保持自信嘅態度係關鍵。狗狗非常聰明，佢哋能夠感受到你嘅情緒，用一個平靜堅定嘅語氣同佢哋講：我好快就返嚟。呢種方式可以令佢哋放心好多。提供足夠的運動。出門前最好同狗狗一齊玩下，做啲運動，咁樣可以幫佢哋用晒多餘嘅精力，之後就會比較容易放鬆同休息。提供舒適的環境，確保狗狗留喺一個舒適安全嘅地方，留低一啲佢哋鍾意嘅玩具，或者有你陣味嘅舊衫，可以幫助佢哋減輕焦慮。保持日常習慣，盡可能維持狗狗平時嘅生活節奏，好似食飯、散步同埋去玩嘅時間。同幫手照顧狗狗嘅人要溝通好，確保佢哋按時照顧狗狗。使用分離提示，喺你離開同返嚟嗰時，試下採用同一句提示語，好似我好快返嚟，或者我返嚟啦。透過反覆嘅練習，狗狗會慢慢學識你嘅行為模式。Hello, Mika. How are you? 最後，雖然狗狗唔能夠完全理解人類嘅語言，但通過主人嘅行為同情感，佢哋會感受到愛同關懷。記住，對狗狗嚟講，唔會太在意環境，佢哋最在乎係咪同主人一齊。即使喺街上無家可歸，佢哋都會堅守喺佢身邊，而唔係獨自喺其他地方。睇到呢度，你屋企嘅狗狗有冇分離焦慮嘅問題？對於剛才提到嘅5項建議入邊，你又認為邊幾項對你嘅狗狗最有效？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想法同經歷。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內容，記得訂閱我嘅頻道、按讚同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